普京梦碎被踢出局，白宫上演世纪大和解，5万无兵兵临城下，战火烧向俄罗斯本土。225团请求扩编，目标直指莫斯科。红军村危机爆发，希尔斯基亲赴指挥，乌援军能否及时抵达？克里姆林宫承认俄经济2026年全面衰退。俄乌战场敲响警钟，美军扩编3成防空部队。F-35B 进驻日本。70年传奇不死 U2 只会飞得更高。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这几天在全网关注特朗普制裁乌俄谈判时，没想到最先达成和平协议的居然是打了几十年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俩居然没去土耳其，而是跑到美国，在白宫正式签署了和解协议。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 Truth 搜手发文称，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里耶夫与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扬于8月8日在白宫举行了历史性的3方峰会，并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的框架文件，结束了两国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双方将致力于繁荣和发展。特朗普还顺便夸奖自己成功促成两国和平，暗示他将促成更多和平。作为协议一部分，美国将获得途经亚美尼亚的赞格祖尔走廊的长期独家开发权。据悉，这条走廊被命名为特朗普国际与和平繁荣路线，其路线将根据亚美尼亚法律运营，美国则将把土地转租给一个财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特朗普称，此举将使南高加索地区首次脱离俄罗斯，与北约建立密切关系。俄罗斯这个倒霉蛋这会儿应该躲在被窝里哭吧？那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何敢抛弃俄罗斯呢？原因火力军认为就俩字：活该。划掉是衰落。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后，俄罗斯日渐衰落，接连失去了在非洲、叙利亚、中东以及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前段时间，俄罗斯虽尝试用最后力气在亚美尼亚搞小动作，以求阻止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署和平协议，阻止他们对赞格祖尔走廊的开发，但由于力量衰落过于严重，让其无法阻止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也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瞅准时机，直接捡漏，获得了赞格祖尔走廊的独家开发权。在其斡旋下，高加索地区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反俄联盟，其中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更是公开反对和阻挠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这算是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之外受到了另一个重大打击。战场上，俄乌双方的攻击则继续进行，且双方都在对方腹地有了新的致命性进展。库尔斯克战场虽然外界对乌军的控制范围报道不一，但目前主流的说法是，乌军目前依然控制着以乔特基诺镇为中心约120多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同时，乌军主力还攻入了比邻的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州。如2025年3月，有报道证实乌军攻入了布良斯克地区，又或是乌军这段时间还在别尔哥罗德地区接连摧毁了俄军运输桥梁等基础设施。乌军不断加强在俄边境地区的袭击和渗透行动，目的就是为了牵制俄军正面战场的进攻。作为回应，俄罗斯从去年8月9日开始就宣布在库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实行了反恐行动制度。此外，俄媒有消息称，乌克兰在切尔尼戈夫州与布良斯克州接壤的边境地区集结了大约5万名士兵，其中包括来自土耳其、波兰和格鲁吉亚等外国雇佣兵。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而且对集结的乌军部队人数，不同来源的报道存在出入。至于战略意图，俄媒推测认为乌军可能准备在布良斯克地区对俄罗斯发起新一轮的突袭。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乌军这支部队的作战任务可能是防御性的，但火力军更倾向于前者。毕竟泽连斯基在8月6日库尔斯克周年祭视察苏梅地区前线阵地时表示，乌军将把战争从乌克兰领土转移到了俄罗斯领土上。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还在和希尔斯基、什梅加尔视察苏梅前线后，还组织空降兵司令奥列格·阿波斯托尔等将领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未来6个月作战计划。其中战功卓著的乌军第225独立团指挥官奥列赫·西里亚耶夫少校请求将该团扩编为1个旅。对此，泽连斯基承诺将与总司令讨论这个问题。在苏梅边境作战的乌军第15钢铁警戒线旅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一段清晰视频，画面显示该旅拦截无人机一次性摧毁了5架来袭的俄军侦察无人机，即3架 Supercam 和2架 Zala。该旅强调，这些拦截无人机已多次证明其的有效性，目前已有多款拦截无人机投入了战场。
之前火力军提到的乌克兰最新款猫鼬拦截无人机就是其中之一。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的谎言再度被戳破。8月6日时，2名俄军在索波利夫卡田野和防风林中步行移动的视频被解读为俄军推进到了库皮扬斯克西郊，并占领了索波利夫卡。结果第二天就俄博主站出来声称，俄军尚未占领索波利夫卡，同时称流出的那段俄步兵视频仅是一个俄军的破坏和侦察小组。他还引用消息称，俄军自2025年7月下旬开始就已在库皮扬斯克附近开展活动，以作为更大规模包围行动的一部分。红利曼方向，乌方消息显示，俄军使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对乌军阵地不断发起攻击，但伤亡巨大。当下正派遣装备和补给简陋的作战人员进行以步兵为首的消耗性攻击，以维持攻击的绵密性。顿涅茨克战场，俄军正使用炮火和无人机配合步兵进行渗透作战。如在西维尔斯克方向行动的乌军第11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尔茨中校表示，乌军最近加强了进攻活动，其炮击从每天5到10次增加到150到180次，并试图从赫里霍里夫卡、谢列布良卡和谢列布良斯克森林地区绕过西维尔斯克。扎波罗尔茨警告称，俄方将很快从托列茨克方向恢复向西维尔斯克方向的进攻，以巩固前线，并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乌军防御施加更大压力。且为计划顺利实施，俄军正将第4摩托化步兵旅和第54摩托化步兵团以及第150摩托化步兵师、第68坦克团重新部署到了托列茨克方向。而当前，俄军只积极使用光纤和侦察无人机进行步兵突击。在红军村战场 ，Deep State 发布了一张地图，显示矿业小镇罗金西克已经失守，但该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目前，俄方最新消息称，俄军在推进到了罗金斯克外围。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则进行了否认，称其为薛定谔的突破。如果罗金西克镇失守，那乌军的一条主要补给线将被切断，红军村的形势将变得更加困难。红军村南部，俄军夺取了泽维罗维定居点，该定居点属于乌军南翼最后一个外警戒阵地。俄军如今已经能够以此为跳板，进攻乌军在主城区的防御阵地了。但由于俄军使用的是步兵蜂群渗透战术，后续部队跟不上，暂无法对乌军构成致命威胁。而乌军也正在积极反击，缺口宽度约15公里。乌军若是能将其击退，将能进一步拖延被合围的风险。目前，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已于8月6日下午从苏梅赶抵红军村亲自作战指挥，乌军援军也正快速抵达。火力军认为，乌军当前最应该确保罗金西克的安全，保住补给通道，然后投入空军、海马斯火箭炮、炮兵与重型无人机，对俄军的先头部队实施炮火覆盖。接着，重装部队冲锋进行反击，以解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研究所援引作战乌军旅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军有时会穿着便服或带有乌克兰图案的衣服，甚至是利用伤兵来逃避侦测，以渗透红军村。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战线整体变化不大，但在克里米亚，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摧毁了俄军多个雷达站、一艘02510型登陆艇以及俄第3无线电工兵团在克里米亚未指定地点的防空基地。据悉，在克里米亚遭受重大防空损失后，俄军试图将重要资产藏到艾佩特里的一处设施，但仍被乌军发现，将其命中。空袭方面，俄乌双方的互攻仍在进行，如俄军发射112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其中89架被乌军击落，但剩余无人机仍造成乌克兰14个地点遭到撞击，受到损失，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警惕的是，俄罗斯在2025年大幅扩大了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规模，使俄军能够迅速增强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曾评估称，俄罗斯每天可生产大约170架沙赫德型无人机，其计划到2025年底将产能提高到每天190架。至于俄军的导弹，基辅独立报6月24日报道称，俄罗斯已储存了大约600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300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如果俄罗斯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导弹打击力度，这些库存还能维持约2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方面，乌军同样发射了近100架无人机，袭击了包括莫斯科、伏尔加格勒、克拉斯达诺尔、库班等10多个地区。克里米亚也遭到导弹袭击。俄国防部称击落了来袭的82架乌军无人机，但俄罗斯后方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基地仍遭受打击而损失惨重，如阿菲普斯基炼油厂的天然气和天然气凝汽油处理装置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乌总参谋部报告称，该炼油厂每年能加工约700万吨石油，占俄罗斯炼油总产能的2.1%。又或是俄反对派媒体 Austria 报道称，
位于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库班河畔斯拉维扬斯克的俄61661基地发生大火，起火原因是俄第76独立维修和恢复营的燃料和润滑油仓库被击中引起。此外，奥斯特还报道称，伏尔加格勒州苏罗维基诺火车站也遭到袭击。据统计，在过去15天，乌克兰对俄罗斯铁路设施发动了12次袭击，进一步破坏伏尔加格勒、罗斯托夫和顿巴斯被占领土之间的后勤运输。令人高兴的是，8月7日，莫斯科时报报道称，受乌军袭击影响，克里姆林宫下属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发布报告分析称，俄罗斯经济最早将在2026年全面衰退。该报告还指出，即使俄罗斯央行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也无法阻止 GDP 下滑的趋势。相关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025年预测区间的低端，那俄罗斯经济仅能坚持到10月份。这意味着俄罗斯经济衰退将于2026年开始。战场之外，有了成绩的美国也将注意力放在了自身实力提升上。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卫司令部司令盖尼中将在阿拉巴马州亨兹维尔举行的太空与导弹防卫研讨会上表示，美军计划在未来8年内将防空与导弹防卫部队扩编30%。据说这是美军借鉴了俄乌战场和中东战场经验而做出的决定，认为只有分层防御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根据规划，这扩编30%的部队，美国陆军将其新编成3个配备低层防空与导弹防御雷达的爱国者导弹营，5个间接火力防护能力营，以及7个反无人机系统炮兵营。盖尼指出，爱国者部队是美军中任务频率最高的单位之一，常年面临部署压力。除了扩充爱国者部队规模外，发展能对无人机蜂群、巡航导弹、火箭弹、炮弹的间接火力防护能力营和反无人机系统炮兵营，也是减轻爱国者部队负担的关键措施。此外，美国也在加大和盟国的联系，如日本首批 F-35B 战机已垂直降落新田园基地。星条旗报7月底引述日本防卫省声明指出，日本防卫省向美国采购的首批4架 F-35B 战机已抵达位于九州宫崎的新田园基地，进驻日本西南域。社群媒体上也开始流传有当地民众捕捉到 F-35B 抵达新田园基地的第一手画面，只见战机张开减速板悬停基地上空，喷嘴向下垂直降落，模样相当醒目。不过本应4架新机抵达，却因故只有3架现身，实际原因有待官方进一步说明。综合美方公开记录显示，日本2011年就选定 F-35为航空自卫队下一代主力战机，其中 F-35A 机型采购105架，并追加采购42架 F-35B， 主要隶属航空自卫队，后者还将部署至改装中的2艘准航舰出云号、加贺号上，使其具备远洋空中兵力投射的能力。而在日本迎接 F-35B 新机进驻之际，日前启程赴日的英国皇家海军威尔斯亲王号也将与加贺号准航舰共同演练战机甲板起降作业，促进双边作业互通性。对日本而言，则为其 F-35B 部署上舰的后续战力提前铺路，保证战力。据自由时报报道，目前有美国军事迷通过公开通讯发现了一架航迹特殊的 U-2， 并有可能打破该机的飞行高度与续航记录。对于此事，美国空军随后正式发布新闻稿证实，这架来自第9监察联队的 TORS 在首飞70周年之际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飞行。这架 TORS 达成有史以来最长的单次飞行，飞越了美国本土所有48个州，同时飞行高度也超越了已知的极限。据悉，这架任务机的呼号为 Dragon 70， 已向70周年致敬。美军表示，2名飞行员于7月31日晚间驾驶着 TORS 从比尔空军基地起飞，在飞行超过14个小时，超11112公里后，于8月1日下午返回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致敬活动的一部分，这趟飞行飞越了一些特别设置的航线地点，如其飞越了曾经为国捐躯的 U-2 飞行员的家，来感念前辈们的付出。美军指出，这项大胆的致敬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协调飞行路线规划、选择紧急加油点，以及如何避免越境进入错误的空域等等。同时，美空军也借此机会测试该机队新的任务规划软件。据悉，该软件是专门用来规划复杂任务之用，此前它从未用于规划如此长时间的飞行。总之 U-2 70周年纪念飞行不仅打破了记录，也纪念了洛克希德 U-2 侦察机的传奇故事。任务飞行员科里·巴塞洛缪说道，如今的 U-2 是时候展示一下真正实力了。以色列国防部近日宣布，其已完成一系列针对大卫弹弓防御系统升级版的实弹测试。
它的强化将让以色列国防军拥有面对未来各种威胁的能力。据悉，此次测试由以色列飞弹防御组织和美国导弹防御局合作执行，主要承包商是以色列的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次承包商则是雷神系统公司。以色列官方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测试代表了系统升级的又一次突破，并已在铁剑战争行动和崛起雄狮行动中展现出强大的作战能力，曾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据悉，大卫弹弓防御系统可用于反制火箭、巡夜导弹、战机与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是以色列多层次空防系统中的核心防御层。另外，以色列核心防空系统还包括箭式武器系列、铁穹防御系统以及即将部署的铁树雷射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兰少将表示，由于敌人不断袭击以色列各地，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升级，同时快速推进能赋予我们决定性优势的突破性技术。特朗普此前对各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印度更首当其冲，不仅先被加征了 25%， 之后又因反复横跳，被特朗普6日以印度直接或间接进口俄罗斯石油为由，宣布对印度加征第二波 25% 关税，且将于9月1日前生效。届时，美国对印度进口商品关税将达到 50%。 对此，印度作出反击，其国防部宣布将暂停为印度海军额外采购的6架 P8I 反潜机计划，并于8月7日起生效。据悉，印度海军目前拥有12架 P8I 反潜机，美国国务院于2021年5月又再批准了另外6架同型机增购案，估计价值为242亿美元，以增加印度东部军区、西部军区的机队规模。但由于成本上升、供应链中断，这项采购案面临延迟。到今年7月，每架成本将上升至约36亿美元，比2021年的报价还增加了 50% 之多。印度国防研究机构评估认为，特朗普政府如今不仅提高印度关税，同时还向印度施压，要求其增加对美国武器采购数量，包括 P8I 反潜机、F-35战斗机。这种既要又要让印度感到不爽，做出停止采购 P8I 反潜机的决定，就是印度表达不满的表现。同时，印度也在考虑国产战机是否能抵消贸易取消的影响。据海军新闻报道，受俄乌战争影响，为适应现代海战，加拿大决定为其海军现役主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配备可垂直起降的坚侦无人机。据悉，加拿大计划在未来5年内由 MDA Space 采购6套先进无人机系统，预计2028年初达成初始作战能力，并在2032年达到完全作战能力。虽然加拿大政府和厂商未确切公布新购无人机的确切特色与性能，但报道从公开信息判断，采购的6套无人机将有助于提升加拿大海军请监侦与目获能力。据防御24报道，波兰预计在8月15日前签署 F-16CD 升级至 F-16V 标准的合约，合约金额为73亿美元，签署地点则是波兰彼得戈什的 WZL-2 工厂。这家工厂目前负责波兰部分 F-16机队的升级任务，美国驻欧部队 F-16CD 战机也曾在此进行升级，因此此次选择在 WZL-2 签署合约，可能意味着至少部分波兰战机的现代化升级作业将于当地进行。据悉，波兰当前共有48架现役 F-16CD Block 52加战机，自2006至2008年间陆续服役，当时即象征着波兰空军正式向北约作战体系靠拢。此外，报道还指出，波兰计划将 F-16升级至 Block 72标准，并配备成为 V 的升级套件。不过，该套件会根据各国需求进行调整，目前尚不清楚波兰是否会采用完整套件。但可以确定的是，战机将换装新型 AN/APG-83 SABR 雷达，使其具备电子扫描波束定位的主动相控阵天线，并整合新一代电站系统，以及能与 F-35A 兼容的改良型通讯系统。而且升级后的 F-16还将具备发射新型弹药的能力，包括 AIM-120D3 中程空导弹与 JASSM 系列巡航导弹。若对比美国国防部安和局于2024年10月公告批准的波兰 F-16V 延寿升级案，其内容涵盖可编程信息显示器、新一代任务计算机、全球定位及惯性导航系统。AN/APG-83 雷达外，还计划从诺斯洛普、格鲁曼 AN/ALQ-257 蝮蛇和 L3 哈里斯公司 AN/ALQ-254 两种型号2选1，加装内嵌式新型电站系统，并另行采购 MS-110 先进侦照夹舱，以全面提升战场感知能力。不过，由于美国安和局公告仅为最高估算，波兰亦可选择采购部分装备，因此最终实际合约金额可能会低于73亿美元。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只要乌克兰援军及时赶到，红军村就不会失守。大家对这里的战斗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